昨天啊，把我这大菜园里边的瓜给收了收，还剩下一点不多了。收过瓜之后呢，这菜园里边基本上就剩下果树了，有葡萄树、枣树之类的，还有就是这一大片的糯玉米。糯玉米下边呢还种了一排的豆角。除此之外呢，剩下的就是野草和虫子了。所以今天我想着把我的鸡鸭鹅大军都给它派出来，来到这边菜园里边吃吃草、捉捉虫。我先把这儿的野生灌木给它清理一下。发现这菜园里边啊，你只要是有篱笆呀，或者是放这种杂物，任何的障碍物，只要它能有一定的攀爬还有蓄水能力的地方，就会长出各种各样的杂草啊、灌木啊，还有这种爬藤的小树什么的。什么时候我们的果树和蔬菜能有这么强的生长能力，那就好了。哎呀，这里边还得清理一下。哇，终于弄下来了。咱们就在这儿给它留一个门儿。待会儿就把鸡鸭鹅从这儿给它轰进去，试试把门打开，在这边把菜园的门给它拦住。这样的话，鸡鸭鹅们就只能从这儿进去了。我把水源给它放到菜园里边，这样的话，它们一出来就会跑那儿去了。来，水来了，下边有点低，找个木板垫一垫。好，出来吧。这些鸡鸭鹅都在着急抢昨天我扔在这儿的破的西瓜呢，看来它们对菜园还不熟悉。哎呀，哇，这些鸡鸭鹅还挺聪明的，找到我这个装水的水桶了，在这儿喝水呢。我把水桶也给它拎走，看看水的声音能不能把它们吸引过来。你看那两只鸭子已经注意到这边有水了，就是比较傻，不知道怎么过来。看看还是有一些比较聪明的鸡的。它们都是有从众效应的，只要有鸡过来，等会儿其他的鸡就都也会过来的。我还是离它们稍微的远点儿。说实话，那鸭子真是有点傻，眼巴巴的看着其他的鸡在这里边喝水，它就在外边看着，也不知道从哪儿进来。还真是奇怪了，不光那边的鸡鸭没过了，原来在这边的喝完水之后转了一圈又跑回去了，太奇怪了。可能是新环境还不太适应吧。刚刚想起了我这菜园里边还有一棵小枣树，我还是得把它给保护起来啊。最后一片放在这边。这棵小冬枣树的苗已经被鹿给我咬过一次了，可别再被鸡给我啄了。哎呀，刚刚发现这边有一棵枣树结了一颗果子呀，又有一些鸡回来了。你看看它们在玉米地里边转转，捉捉虫子，多好啊！渴了就过来喝喝水，没事了就在菜园里边转转，到处探索一下。好多虫子呢，看这两只傻鸭子急的特别着急，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过去。这三只小鸭啊，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在这笼子里边已经憋屈了有3个月了，让他们也享受一下大房子和大菜园的快乐。哎，看看这大肥鸭，才3个多月一点儿啊，从那么件的小不点儿，已经长这么大个了。哎，走吧。来，进去吧。你看原来的那3只大点的小番鸭还在打量它呢，感觉它好像要欺负它。这不管是鸡呀、鸭呀、鹅啊，就是新搬进来的时候，都要先适应一阵子。好，走吧，豆豆，走，不要让它的爪子叨着你们啊！别让它跑了哟，麦麦。啊，去吧，麦麦，我觉得这个鸭子比你的脸都大。好，你也进去吧。好了，去吧。其实把鸡鸭放出来呀，最担心的还是它们吃我这些莴笋，稍微保护一下吧。找上一个旧点的无纺布，稍微的给它遮挡一下，这样应该就好一点了。大菜园都打开了，鸡应该也不太喜欢往这边跑了。我看到那大鹅终于过去了，在盆里边玩水呢。这图鲁兹真是天性就特别喜欢水，还有鸭子也是，只要有水就不停的在那玩。
晚上天黑了都不愿意回去。我这还有点好吃的，是这种虫子干儿。看看这么好的美食，如果还不能把它们都吸引过来，那就没道理了。已经有3只幸运的鸡发现虫子了，不过它们好像并没那么大兴趣，只有1只鸡在那儿吃，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。看这只鹅傻傻的，它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。看这儿有2只鸡在洗沙滩浴呢。早晨又摘了一筐的这种小西红柿，现在我把它给洗出来，等一下放回屋里边吃午饭的时候吃。看看洗出来这么多，还剩下半筐，这些是从2颗小西红柿上摘下来的。摘西红柿的时候还摘了一串野葡萄，也混在里边了。大鹅又进去洗澡去了。这些鸡呀，宁可往外边跑，也不去菜园里边。去，看来要实现让他们给我菜园捉虫的目标，那还得给他们一段时间，等他们慢慢适应了才行。这大鹅呀，把我这一大盆水都快给扑腾光了。这第2天了，这些鸡鸭终于开始熟悉菜园的环境了，一放出来就往菜园里边跑了。你看这鸡还是挺喜欢吃草的。那边那只鸡在吃我的西瓜呢。那大鹅又把水盆给霸占了，在里边又开始游戏泳来了。这只大白鸭是这里边鸭子的霸主，特别厉害。看，又开始追那只番鸭去了。哎呀！看这边这2只鸡吃草和捉虫，吃得多开心啊！其实这玉米地里边待着应该还是挺舒服的，还是有几只鸡开始进玉米地里边探索去了。那里边有一些小的草，还有不少的虫子。昨天刚放出来的那只鸭子找了一圈没找着，结果发现这儿有一片的羽毛，看看应该是被什么动物在傍晚的时候给叼走吃掉了。真是太可惜了，3个多月呀，都长那么肥那么大了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！我这地儿啊，吃鸡还有吃鸭的各种野生动物实在是太多了，天一擦黑就有可能过来给偷掉。应该就是从这篱笆这儿跳进来，然后去找我的鸡鸭。不过逮到之后，看起来就是就地就在这儿给吃掉了。这些鸡鸭鹅呀，你只要是给它放出来，就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。虽然大多数时候白天这些野生动物不会来，但是只要是天一擦黑，大概率都会过来。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又因为有事儿，可能会稍微晚那么一点点。如果野生动物过来了，那大概率这些鸡鸭就损失掉了。一次呢，大概是1、2只。哎呀，好多时候还是挺心疼的呀。特别是昨天那只小番鸭呀，虽然已经长了挺大个了，但是只有3个多月呀。这刚刚从小窝里边搬过来，就被逮到吃掉了。可是每次把它们放出来，看它们高兴开心的样子，看它们吃草啊、捉虫啊，开开心心的，你又不忍心总是关着它们，真是有点两难呀。这些鸡里头呢，比较亲人又比较聪明一点的，我觉得就是罗德岛红这种小红鸡，还有芦花鸡这种小花鸡了。其他的鸡看起来都是傻傻的、笨笨的，这差异啊还是挺大的。你看那大鹅，连草种子带叶子一起都给吃掉了。这几只鸡呢，在玉米地里逛的还是挺开心的。这无花果好像是熟了，摘下来。这儿还有一个，这儿好像还有2个。这不摘下来的话，太甜了，都被蚂蚁给吃掉了。看看这番鸭也是特别喜欢西瓜，不光是吃里边的肉，还能喝里边的汁儿。还有一些鸡围在饲料桶的附近，头钻进去正吃东西呢。其实饲料已经见底了，看看只有底下一点点了，基本上已经空了。我这些天也不打算再给它们加饲料了。等到这鸡的自助餐彻底的没了，它们白天出去的时候就可以到菜园里边拼命的找吃的了。这样的话能多吃点虫子和草籽。妹妹，你又在追它们呀？它们躲进玉米地去了。它们走到玉米地，你就没法弄它们了吧？你看这些鸡在玉米地里面待着多舒服呀，是不是？有好多虫子，然后还凉快。我这还剩下一点黑麦，给拿到鸡窝和鸡笼里边一部分。豆豆，你给放在外边了呀？
我们把这些黑麦的麦秆啊放到鸡窝里边，然后它们能吃点上面的谷物，然后鸡窝里面也会舒服一点。哎，好了，这麦秆啊用来铺鸡窝也是特别好的，鸡到时候会到里边抓一抓，然后有一部分就会弄到下蛋的地方，下蛋的地方也会变得干干净净的。你看那2只鸡，它们在吃黑麦呢，它们特别喜欢。那个大胖鸡，对，好胖的。这些鸡啊，真是饿了。虽然有虫子、有西瓜什么的，有草，但是没有谷物，还是饿得慌呀。我想明年给它们多种点黑麦，就种在大菜园里边。这样的话，它们就有足够的黑麦啊、小麦啊什么的可以吃了。吃不着谷物也有好处啊，看这鸡吃草吃得多卖力气啊。还有草籽也是特别好的东西。你在钓鸡吗？对，我特别适合钓鱼。给它们铲上一铲的饲料。好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晚餐时间到了。你看它们吃的多开心呀！爸爸现在就是晚上喂它们一次，早晨一出来就可以到菜园子里边找好多的虫子吃。这样的话，它们白天在菜园里边多吃点东西，晚上就可以少吃一点咱们的饲料了。来，给它放在这儿吧。那只大公白鸭又去打这只大公番鸭去了。那只图卢兹大鹅呀，是一只母鹅，所以不厉害。还有这只小白鸭，也是一只母鸭，天天就追在这只大白公鸭的屁股后边。你这是什么呀？你这是捕鸡的陷阱吗？你觉得鸡能被捉住吗？不能。我觉得不能。曼曼，我觉得你设计的还挺精妙的。它只要踩到铁签上边，然后木头就会掉下来，掉下来之后笼子就扣住它们了，是吗？可惜它们不进去，是吧？对呀，还想进。哎，这个要进去，你看。我感觉每天晚上的时候定量给它们喂点谷物饲料，这样这些鸡吃饱了也能够好好的睡觉了。其实这样做之后呢，我能发现确实是省了不少的饲料，也就是节约了成本。不过蛋还是照常下的，一点也没耽搁。哎呀，来吧，你们的晚餐时间又到了。看看今天你们有没有按时完成下蛋的任务啊？检查一下，1个蛋、3个蛋、4个蛋，一共下了8个蛋，还可以。这菜园后来我把草给割了之后，洒落在地上的草籽呀、剩下的西瓜呀，还有地里面的虫子呀，都被鸡鸭鹅给扫荡了一遍。现在还在刨地，到处找虫子呢。其实好多时候我还是挺好奇，它们到底能不能刨出虫子的。仔细观察的时候，好多时候还确实是有虫子或者蚯蚓。这葡萄树下边的这些麦秆都已经被刨出来了，估计里面的虫子呀、蚯蚓什么的都被吃光了。这枣树下边也是一样，也是被鸡给刨了一遍。让这些鸡鸭鹅在菜地里边待上几个礼拜的话，确实是不怎么用担心地里边的虫子了，草籽也会少上很多，而且它们还会到处刨地、到处松土，利用好了的话，真是能帮我们干不少的活呢。